直公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好歹也是执刃夫人。执刃夫人，我连执刃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你这个夫人，你也配？不管我是谁，若我真在你手上出了事，你说得清吗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？月黑风高，无灯无火，我在医馆之内找到你这么一个盗药之人，然后将其斩杀。其后发现这个盗药之人是宫门内的准新娘，我何罪之有？如果再在你的尸首上发现些许毒药，就更加没有人会怀疑我先斩后奏了。毒药嘛，我有的是。龚云轾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公子羽，你可知道他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不然我为何敢来护他？真好，你告诉我，堂堂执刃派自己尚未过门的妻子半夜潜入医馆，暗中制作毒药，是要给谁用啊？我是执刃，没必要跟你交代这些。于公子，公子刚才一直在医馆外等我吗？是，我实在放心不下你，所以就跟来了。这夜里戒备森严，我真怕你遇到麻烦。刚刚是听到里面有打斗声，所以我带着金幡冲了进去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药已经配好了，只是剂量有些不太够，明日我再去配些吧。是库房储备不够了吧？宫门药房储备应有尽有，只是刚才元直公子为了让我自证这不是害人的毒药，命我喝下了一半。是手。这是百草萃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公子你给我。江湖传言说我们一颗百草萃价值黄金10两，然而有价无市，从来没有人买到过真正的百草萃。但对我们而言，却是舒适的寻常之物罢了。你现在服下，可以消除你体内替我服用的极寒之毒。虽然说百草萃最好的药效是每日服用，在中毒之前抵御毒性侵蚀，但如果中毒之后能及时服用，也可以发挥大部分作用。这毒虽然极寒难熬，但并不致命，难受一晚上就熬过去了。这百草萃，公子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就不要浪费在我的身上了。只要是给你的，任何东西都不浪费。而且，按照我们的安排，本来就应该停用几日，与其浪费，不如给你。行了，别犹豫了，快服下吧。
怎么了？天色昏暗，我带你走。湖光暗，山月圆，月光脉脉照南山。心上人，与我相望却隔岸。云不语，风不言，听自己是心上一点。心有空放，但经营装不满。世间难得心安之所，岁月奈何白发蹉跎。听牧童低声诉说，问花叶为谁飘落，愿月光抚慰流离失所。怎么了？我在药房撞到了云为山，抓他制毒抓个现行。结果公子羽冲我耍直人的威风，生生把他带走了。云为山制毒？没错，我看了他的药渣，山栀、炙甘草、冬虫琥珀，煎煮的时候还配了朱砂和硝石，这分明就是要配极寒的至阴之毒。都煮成黑乎乎一团药渣了，你还能看得分明原来的药材啊？哥，别人当然分不清楚，对我来说，小菜一碟。公子羽知道云为山在配制毒药吗？那个蠢货，不知道也会说知道。哥，你是没看见他护着云为山那个样子？云为山在帮公子羽过第一关的寒冰池。寒冰池？这又是什么？寒冰莲池是三玉试炼的第一关。哥，按照宫门规矩，你好像不应该透露给我的吧？你犯的宫门家规还少吗？而且，我好像也没透露什么。哥对我真好。哎，哥，这寒冰池是什么来头？听起来有些神秘。这你就别打听了。等你成年弱冠，去后山闯关试炼之时，自然知道。简单，我肯定不会像公子羽那个废物，困在里面3、4天都出不来。我当时在里面困了12天。不过哥，我又不想做纸人，你做就好了。所以这后山试炼，不去也罢。你必须去。要想日后不被人欺负，就得去。听哥的。哎，对了哥，这云为山配药的药方非常复杂，并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掌握。而且刚刚我和他交了手，他武功也不差。我感觉她并不像是李希珍的云家小姐。她当然不是云家小姐，只是目前她的身份没有什么破绽，加上公子羽死命护她，没有真凭实据，很难动她分毫。不过冬日里霜露重，夜路走多了，自然会失血。
我的手是不是有些冷啊？我自幼怕寒，身体温度一直比旁人低一些。倒是云姑娘，双手炙热，让我很是羡慕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老人们都说，手心手心，手热的人，心也热。于公子面冷心热，我能感觉到，和我正好相反。我反倒是有些羡慕于公子。相反，那你是面热心冷吗？冷捂热的。山雪厚实，冬日更深了。你在等他吗？我觉得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清凡，公子羽呢？知任大人一大早就去后山了。哦，他还好吗？自从他去了后山回来，就一直愁眉苦脸，他的眉毛都快连成一条线了。知任看起来精神很好，放心吧，应该对寒冰池很有信心。怪不得，我刚刚偷偷听下人说，云姑娘昨晚在他房间待了大半夜，功不可没。知任和云姑娘只是单纯的谈心，聊聊理想，说说人生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谈心啊？你又在墙角到里偷听了？我没时间和你扯。知任大人交代了任务给我，告辞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呗，带上我呗，等等我呀！哎，别跑！哎，别跟着我。乌姬夫人，乌姬夫人，乌姬夫人。看来雾姬夫人忘记关窗户了。算你命大。姑苏杨氏，身体康健，足月生辰，清介
这才是蓝夫人真正的遗憾。草木于林，饮水于海，确实聪明。芷公子，区一个绿御史，竟然敢对芷光公主下手，反了你了！你擅闯雨宫，私自盗剑，我身为雨宫护卫，当然有资格拿你。就凭你！金叔伟，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云姑娘请回房间，外面不安全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还是要多谢雪公子网开一面，再给我机会。同意让你继续失联，是长老院的决定，并非我们网开一面。别客套了，执刃已经耽误了数日，还请抓紧。其实，你才是雪公子，对吧？爹爹，太冷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不是都教过你了吗？不想挨冻就按照口诀运功。可是这么冷，我记不住。这么娇气，你配当我宫红玉的儿子吗？孔子玉，给我回来！去哪儿？娘，救我！含情于笑容，手法到自如，回丹田，虚落心不减。别哭了，省点力气，不然更冷。他会融血心经啊！看来是雨宫家的小孩。你们一直都待在这里吗？是啊。这里一直下雪吗？你们不怕冷？你会融血心经，你还怕冷？你知道宫门外的山谷里有花市、有街市、有灯市吗？这些是什么？听上去很有意思。这都不算什么呢。我之前听我母亲说，除了山谷，外面有大海，有火山，有沙漠，有很多很多没见过的东西。我爹爹是执刃，我哥哥是少主，都好厉害的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带你们去看海，看花灯，看沙漠里的大骆驼。宫门在这江湖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
偏居一隅，一代又一代，这守护的究竟是什么？坚持的又是什么？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区区绿衣士，怎会如此厉害？回头我查查金帆。哥，一案我只拿到一半，怎么指证公子羽？薛公子，你弄疼我了。偷听了多久？这是什么？药油。你果然在偷听啊！我是刚刚看到芷公子回来，身上带着伤，我就想着拿瓶药油来，却不想在门口无意间听到一些。无意。薛公子，我有办法把东西带回来。你到底听到了多少啊？云为山姑娘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想问一问夫人，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？你怎么知道我丢了东西？是不是你偷的？说。你说什么？物品，物具。我说物品物具。夫人何出此言？如果不是你偷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丢了东西？是金帆和宫元直。金帆和宫元直一直从你房间打到院里，金帆大声斥责宫元直偷了雾姬夫人的东西，仆人们都听到了。我虽然来宫门时间不长，但也能看出，绝宫和雨宫一直有些冲突。这次，宫元直私闯夫人房间，恐怕来者不善。这是宫门内部的事情，与你无关，不用过多猜忌。夫人，我既入雨宫，未来就是执刃之期。我与执刃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宫元直在我房间偷东西，怎么被你扯到执刃身上去了？你的心思倒是挺密。真的和执刃无关吗？他们的打斗绝非儿戏，招式凶狠，而且两个人都负了伤。抛开宫元直暂且不提，金帆如此倾力维护，必定和执刃有关。你倒是看得透彻。宫元直偷走的，确实是可以威胁到子羽执刃之位的东西。和执刃的身世有关。你也听信了那些传言，为了公子羽，你
愿意冒任何险是吗？我丢的东西，正是赐予母亲兰夫人怀孕时期的遗案。怕了，从小又是娇生惯养，根本吃不了苦。也许随便下潜几许，就会哇哇乱叫的浮出水面了吧？以他那性格，就不可能经得起这份考验。是吗？我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。也许他之前确实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，但现在他的眼里多了很多执着的东西。光有执着没有用，得有本事才会被人认可。执着和本事，我们想要考验的不就是二者其一吗？希望他的执着比得过他的本事。你说的他是两个人吗？希望公子羽的执着比得过宫上爵的本事。这么矫情，你不配当我宫红玉的儿子。公子羽也配做执刃？论身份、能力、德行，一样都不沾。你凭什么说自己担得起这个位子？父母逼迫我们长大，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安然地立足于这个世界。那爹爹先教你考诀，你先背起来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寒气云霄入，寒气云霄入，收发当自如，收发当自如，和合会丹田，会丹田，血漏心不静。我倒希望他不要太执着，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一定会让他坚持下潜到分流线。分流线之下的池水，就不再是寒冷，甚至是温热舒适。但是，他没有强大的内力，将呼吸控制精准，肺里剩余的空气，只够他立刻上浮。如果他坚持执着地继续下潜到池底，他会怎么学？所以我才说，希望他不要过于执着。这水变暖了。应该上浮保命，还是完成试炼？执刃，切记啊，千万不要逞强。